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你比星光美丽刚开播就一片差评，观众差评理由几乎一致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一部备受期待的偶像剧竟然会在首播时遭遇如此广泛的差评？这不是玩笑，而是你比星光美丽真实经历的事情。这部由徐凯和谭松韵主演的都市爱情剧，原本应成为夏季档的一股清流，然而却意外成为观众吐槽的目标。这部剧究竟为何在尚未开播时便遭遇滑铁卢？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有趣现象背后的真相。引发争议的原著作者，对于许多热衷追剧的网友来说，九月溪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。作为晋江大公主，她的作品一再引发热议。然而，这一次她却因一桩抄袭官司，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。九月溪的小南风被判定抄袭，并被罚款10万元。这一消息一经公布，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毕竟，九月溪素有“荣梗女王”之称，她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。我非常欣赏你的翻译作品。网络上充斥着这种讽刺挖苦的评论，可见九月溪在网友心中的地位。而仅10万元的赔偿金额，显然令许多人难以满意。毕竟，九月溪的作品已经售出了11部版权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相比之下，这点赔偿金对他而言恐怕不过是9牛1毛。然而，作为铁杆粉丝，我们必须说，尽管10万元并不算多，但也不能诋毁我们心中的女神。九月溪的作品虽有争议，但她无疑拥有独特的魅力。以我的人间烟火为例，尽管遭到群嘲，但白粥一词至今仍在网上流传，足见其影响力之广。然而，这次的抄袭风波确实对九月溪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。作为粉丝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种行为确实令人感到失望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希望九月溪能够汲取教训，创作出更多杰出的作品。毕竟，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依靠自己的才华，而不是通过抄袭来获得成功。这件事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。一些网友表示，九月溪这次实在太过分了，抄袭就是抄袭，毫无辩解的余地。有网友认为，10万元的赔偿金实在是微不足道，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作者来说，根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另一些网友则表示，这次事件可能会对九月溪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影响，希望他能认真反思，重新赢得读者的信任。然而，一些忠实粉丝为九月溪辩护道：“我认为这次判决有些不公，虽然九月溪的作品有借鉴的成分，但也有他自己的创新。”另一些粉丝则表示，无论如何，九月溪的作品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，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。这场争议引发了我们的思考，在文学创作中，借鉴与抄袭的界限究竟应如何界定？身为读者，我们又应以何种态度面对这类争议呢？老套的剧情设定。提起你比星光美丽的剧情设定，男主韩廷的角色塑造是无法忽略的亮点。他既是一个霸道总裁，又是一个海归的富二代，这样的设定是否让你有种熟悉的感觉？确实，这种霸道总裁的设定在偶像剧中已经被滥用了。从10多年前《王子变青蛙》里的明道，到如今的徐凯，这类角色似乎没有太多变化。唯一的不同，也许只是演员的面孔和身材罢了。然而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剧中韩廷的人物设定确实让人有些不适。在与纪星由谭松韵饰演久别重逢时，韩廷却假装不认识，这样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。即使只是普通朋友，见面时也会点头微笑吧。
这种装模作样的行为，确实让人联想到我的人间烟火中的宋焰。然而，我们依然要对徐凯的演技保持信心。或许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韩婷这一角色会展现出更多层次和深度。毕竟，一个角色的魅力不仅在于表面的设定，更在于演员对角色的诠释。这件事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有些网友表示，如今的偶像剧毫无新意，重复着相同的霸道总裁设定，已经让人厌烦。此外，有网友表示，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，关键在于演员的表演。徐凯的演技相当不错，我希望他能为这个角色注入新的生命力。还有网友认为，其实观众对霸总人设的喜爱程度并未减弱，只是现在的观众更加追求角色的丰富性和立体感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忠实粉丝为徐凯辩护，我认为许凯演绎的霸道总裁角色每次都有独特的风格，这次的韩婷肯定也不例外。另有粉丝表示，无论是什么角色，只要是许凯演的我都喜欢，期待他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。这场讨论引发了我们的思考，在偶像剧中，怎样才能在满足观众期待的同时，又能实现创新？演员在诠释相似角色时，应如何突破自我，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？编剧，你确定要这样硬生生地制造冲突吗？这种刻意制造的冲突不仅令人尴尬，还使整个剧情显得生硬不自然。编剧试图通过这种设定来营造英雄救美的情节，但结果却适得其反，让观众感到不适。更令人糟心的是，女主角此时竟然有男友。这种设定非但没有增加情侣的甜蜜，反而使整个剧情更加复杂和矛盾。作为粉丝，我们自然期待看到徐凯与谭松韵的精彩演出。然而，如果剧情设定如此牵强，再优秀的演员也难以发挥出色。希望编剧们能用心思考，提供给观众一个合理的剧情发展，而不是依赖这些低劣的桥段来博取眼球。这件事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。一些网友认为，如今的偶像剧编剧真是越来越敷衍，剧情设置完全不合理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我觉得这种刻意制造冲突的做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反而让观众失去兴趣。另有网友说，其实观众并不傻，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发展，而不是这种生硬的冲突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忠实粉丝为剧情辩护，我认为这样的设定可能是在为后续的发展做铺垫，我们不应急于下结论。另有粉丝表示，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勉强，但我相信随着剧情推进，这些设定会得到合理的解释。这场讨论使我们不禁思索，在创作偶像剧时，如何在戏剧冲突与合理性之间找到平衡？编剧在构思剧情时，又应怎样避免落入俗套，从而为观众带来新鲜的体验？纵观全文，《你比星光美丽》这部剧尽管热度居高不下，却也遭遇了诸多挑战。无论是原著作者9月熙的争议，还是剧情设定的老套，以及人为制造的冲突，这些问题都为该剧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们也期望制作方能认真倾听观众的声音，在未来的创作中避免重复类似的问题。一部优秀的偶像剧不仅依赖演员的精彩表演，还需要有出色的剧本作为支撑。